这个女人的每一个举手投足都吸引众人的注意，引起无数遐想。她的一丝微笑或一抬眉，足以让男人陶醉，女人嫉妒。玛莲娜仿佛女神降临，征服了这片沿海的天堂乐园。你知道吗？在这个频道，我们曾经介绍过《新天堂乐园》与《海上钢琴师》这两部意大利导演托纳托雷最脍炙人口的爱情电影。但是今天这部电影《真爱伴我行》Malena 才是导演托纳托雷三部曲中最美丽但却令人深深震惊的一部。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来介绍一部许多观众敲碗已久的电影 Malena 真爱伴我行，和意大利国宝配乐大师 Morricone 在此片的配乐手法。当我还只是13岁时，1941年春末的那一天，我初次见到了他。那一天，墨索里尼向英法宣战，而我得到了生命里的第一台脚踏车。玛莲娜撩着波浪状的黑亮秀发，穿着最时髦的短裙和丝袜，踏着充满情欲诱惑的高跟鞋，来到了西西里岛上宁静的阳光小镇。编写超过100部电影剧本的传奇作家Vincenzoni 曾是意大利西部片导演 Sergio Leone 最信任的笔下大将，他创作了多部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典电影。这位文学巨匠精湛的编剧技艺，让 Clint Eastwood 主演的《黄昏双镖客》和《黄昏三镖客》等影片深植人心。他与皮特罗·杰米携手打造的爱情婚姻喜剧《绅士现形记》和《诱惑与遗弃》更让他的才华在坎城影展竞赛中一举成名。然而，是《真爱伴我行》这部根据 Vincenzoni 原创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让全球影迷看到了他的感动人心的笔触与说故事的天赋。《真爱伴我行》是根据 Vincenzoni 青少年时期的切身经验，他以第一人称道述一段充满浓浓追忆色彩的寓言故事。在二战期间，一名女子闯入 Vincenzoni 所在的小镇，她散发出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深深地改变了她的一生。导演托纳托雷在新天堂乐园取得巨大成功后，接触到 Vincenzoni 这篇小故事。导演被故事中那位少年与美丽寡妇之间的互动和成长深深吸引，对于那神秘的女神形象以及她在男孩眼中的神秘感产生极大的兴趣。Malena 这部电影呈现出一种纯粹的影像式叙述，它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而一个女孩转化为女人的历程。而故事的结局则涉及人性在善恶之间永不止息的挣扎。托纳托雷深情地谈到，电影是从一个很单纯的小男孩视角开始，故事背景为2次大战。西西里岛上的 Malena 因丈夫战事去世，成为年轻的寡妇。她以意乱情迷的美貌、丰满的身材、迷人的黑发征服了整个西西里岛上的小镇男人。所有的男人都为她神魂颠倒，包括年仅12岁的雷纳多。雷纳多常常积极地骑单车追逐 Malena， 等待在她经过的路上，在她家外偷偷窥视，关注着她的每一个举动。就如同所有经历青春期的男孩一样，他梦想心中的女神能爱上自己。初恋的美好形象在雷纳多眼中融合了爱与欲望，就宛如所有初恋一样，既羞涩又大胆。然而，没了先生的 Malena 又逢父亲过世，生活顿时失去依靠。为了生存， Malena 不得不走上妓女之路，瞬间她成了众人发指的荡妇。每个男人都想拥有她，却在背后大声嘲笑她的风骚。女人们都嫉妒她的美丽，却吸引了她们丈夫的目光。美丽成了 Malena 的原罪，尽管她在成为妓女之前从未背叛过丈夫，镇上的谣言却让她恶名昭彰。电影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是德军战败，美军进驻西西里岛， Malena 被一群早就看她不顺眼的镇上女人从屋中拖出来，不断地撕裂她的衣物，
打得他满脸是血。镇上曾经迷恋过玛莲娜的男人，没一人出来帮助玛莲娜，全数不敢作声，他们冷眼旁观。而雷纳多身处其中，却也无法制止这一切。他们都只能让玛莲娜背负罪名，成为意大利人战败后的发泄出口。最后，玛莲娜痛心地带着伤口坐上火车，终于离开小镇。然而，她的丈夫却在这个时刻从战场归来。最终，玛莲娜的丈夫找到了她，两人重新携手，回到西西里岛的生活。电影的结尾，雷纳多终于与玛莲娜展开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对话。他细心地帮她捡起散落一地的橘子，深情地对着玛莲娜说道：“祝你好运，玛莲娜夫人。”当我看完玛莲娜时，坦言有点震惊到无法言语。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个充满欢乐意大利幽默的青少年成长喜剧，却没想到最后却让我直视原罪和女性的议题。真爱伴我行这部电影甚至让我马上想到圣经中约翰福音第8章，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女来，他们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玛莲娜表面风平浪静，但底下却隐藏着许多波涛汹涌的议题，至今25年后还尚未能得到一个具说服力的答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犯过错，因此谁又有资格对玛莲娜评头论足呢？电影最后有一段让我非常感动的独白，是长大后的雷纳多说的：“多年来，我爱过不少女人，当她们要求我永远记住她们时，我总是给予肯定的答案。但是，真正叫我永远难忘的她，却从未对我提出任何要求。”若说新天堂乐园描述的是一个纯真小男孩发现电影的魅力与重温初恋的回忆，海上钢琴师则是一个船上弃婴变成钢琴天才，虽然为了爱他差点勇敢下船，却最后坚守自己的艺术家理念的漂泊历程。那么真爱伴我行玛莲娜则是描述在2战烽火边缘的一个小男孩看透人性而一瞬间长大的故事。导演 Tornatore 坦言，多年前当他阅读到玛莲娜的小说故事后，便怀着将它拍成电影的梦想。然而直到后来为 Dolce & Gabbana 拍摄香水广告时，他才发现适合饰演女主角玛莲娜这个对生命执着、对爱情忠贞不渝的角色的理想人选，那就是名模兼意大利女星 Monica Bellucci。Tornatore 就好像此片中所有的男人对玛莲娜那样的一见钟情，他对 Monica Bellucci 的才华感到惊艳万分，因此立即决定邀请她演出《真爱伴我行》。而 Monica Bellucci 身为 Tornatore 的头号影迷，听到导演的邀约，更是毫不犹豫的就马上答应。而对 Tornatore 而言， Monica 在镜头前展现的女性风采，简直就是女人中的女人啊！有意大利女神演员点头主演玛莲娜，导演当然也少不了老搭档金奖作曲大师 Morricone 来操刀电影配乐的部分了。意大利国宝级电影配乐大师 Ennio Morricone 在他超过60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超过600部影视作品。由 Sergio Leone 的西部电影《荒野大镖客》开始崭露头角。1989年，他与当时新生代导演 Tornatore 合作的《新天堂乐园》，让两人的创作生涯达到了巅峰。由于 Tornatore 极为注重电影配乐与影像的契合，他很习惯邀请 Morricone 依照剧本创作主题配乐，让剧组在工作时能够感受到音乐而融入故事情境。Morricone 在接到导演交给他的剧本2天后，就迅速地创作出让人神魂颠倒的主题曲。尽管两人已经合作多次，但 Tornatore 仍对 Morricone 这么快速又美妙的作曲技巧感到惊叹。他表示，
Morricone 的音乐就像是每个人灵感的泉源。这个配乐是我和 Tornatore 合作的成果，反映出故事中小男孩爱上美丽女子的情节，以及在西西里岛小镇中成长的经验。这种感动贯穿整部电影。Morricone 的音乐再次为他赢得金球奖以及奥斯卡提名，让《真爱伴我行》成为另一部经典之作。以下就让我们来看几段 Malena 的经典配乐场景。当 Malena 出场时，坐在海边的一排青少年目瞪口呆。这时 Malena 的步伐伴随着音乐的节拍精准前进。必须说，我们很少见到 Morricone 用这种分秒对进的方式配乐，因为通常他写的音乐都是在电影还没完全拍摄剪辑好时就已经谱出的灵感，通常是导演去配合他的音乐氛围剪片，而非他来配合导演的镜头写音乐。因此这配乐的方式比较罕见，却也达到小镇淳朴趣味的效果。刚刚的步伐进行曲一结束，小男孩就马上幻想心中的女神召唤他去买香烟。此时的音乐变成 Morricone 最擅长的爱情主题曲，用一种非常抒情浪漫、延缓的方式娓娓道出。这段场景是 Malena 走到镇上，全镇的男人均为她神魂颠倒。试想，如果没有音乐的话，这段场景还会有同样的震撼力吗？然而在这里 Morricone 选择用一种很像嘉年华会音乐的方式配乐，不管是讽刺还是揶揄，都用音乐暗指男人皆色胚的奇妙氛围。这也是我认为 Morricone 很高明的地方，他能够用音乐说电影故事，达到的效果完全不输导演拍摄的画面，甚至仅听音乐就能听出其中的反讽意味哦。此时电影《嘉年华》的主题曲从小喇叭声再次带入女主角走到镇上，但是这一次 Malena 已经从一个良家妇女变成妓女，所有的男人都来帮 Malena 点烟。此时的音乐以急促的弦乐抖音中，伴随着 Malena 低头对准其中一个打火机，表示她终于接受自己下海的新身份。Buona fortuna, signora Malena。最后 Malena 和丈夫重新回到西西里岛生活。雷纳多在电影的最后终于与 Malena 有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对话。他帮她捡起散落一地的橘子，并对 Malena 说：祝你好运 Malena 夫人。在他讲完这段话之后，电影随即响起 Morricone 那深沉感动温暖的主旋律。此时搭配雷纳多的旁白，电影落幕了。看到这里，我相信许多观众跟我一样已经感动落泪。